想过，为什么两台看起来都值100万的 SUV， 有的人开上去像冲，有的人开上去却像油呢？今天这场对决里，我不客气地说，是豪华 SUV 里面的巅峰局。我身边的这台呢，是沃尔沃全新 XC90 2025款插电混动 VS 宝马 X5 xDrive 40Li 尊享 M 耀夜套装。这两台车都是他们各自品牌里这个车系里天花板级的存在。我是玲玲，一个对车有点执念，但也很在意生活质感的女生。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两台旗舰到底哪一台才能衬托出你出场时的底气。这辆车真就是豪华中大型 SUV 里的塔尖选手，也是两个品牌在这个级别车型最高造车水平的展示。所以它是那种不用过度营销、不喊口号，光就站在那儿就让人觉得气场全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两台车也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和造车哲学。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两台车到底哪一台更戳我，准备好了吗？跟着我的镜头，别落下啦！俗话说人靠衣装，我第一次见全新 XC90 是在一个偏雨天的拍摄现场，它那个树莓红真的好抓我，优雅但不浮夸，像极了那种年纪轻轻就在生活中拿捏得很稳的样子。全新 XC90 前脸采用了交叉斜线格栅设计，就像 Laura Piana 男士西装上的斜纹，精致又克制，深藏不露。大灯当然还是雷神之锤，不过变得有些纤细锐利，点亮的那一刻有点像珠光宝面上的切面，细节控一定会很喜欢。而尾灯尾金战斧黑化处理，看起来比之前更有力量。前脸这个双扇格栅确实有点大，有那种我来啦，快来看我的气势。整车线条更运动，轮圈也大得夸张，是那种一看就知道我很能跑的风格。如果你问我哪个更美，我会说全新 XC90 更像一瓶高级香水，气质在骨子里，而 X5 像杯烈酒，张扬的让人难忘。老粉们都知道我试车不爱背那些复杂的数据，我更在意的是它舒不舒服、贴不贴心、好不好开。全新 XC90 空间给我最大的惊喜是它的灵活性，5、6、7座随便你选，而且第三排真的不是摆设。那天我请我们的摄影师试了一下，他的个子不小，体型也偏壮，想试试看空间到底能不能用，结果他说居然比他之前坐过品牌7座还要舒服。而我自己坐在第二排时腿完全可以伸直，头部空间还有富余呢。加上沃尔沃那个北欧风暖光氛围灯，坐上真的有种回家的感觉呢。X5 的空间就更加常规一些，5座，后排空间确实也有富裕，地板中间也相对比较平整，但毕竟没有多座选择，对于多孩家庭或者是偶尔接送亲戚朋友的场景来说，可能就有点窘迫啦。所以在空间利用率上我觉得全新 XC90 更有余地。还有一点我超爱全新 XC90 它的一个中控设计哲学，主打一个秒懂极简。11.2英寸大屏，不是那种夸张的大，而是刚刚好，加上谷歌原生车机系统，操作很顺手。你说一句小沃播放梁静茹，它马上就给你放了，还会自动调节成浪漫氛围灯光，懂你就完事儿了。X5 的中控当然科技感拉满，尤其是升级后的 iDriver 8.0， 界面确实炫，但有时候我觉得它更像是给男朋友准备的系统，功能很多但不够直观，初次使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很多人看豪车看皮革看镀铬，但其实我更看重气味和触感，我相信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才能衬托出它是否真的适合你。全新 XC90 采用 Nautico 直燃皮真的好处，坐进去有种类似木头和阳光混合的味道，很淡雅也很安心。整个内饰大量用上了漂流木加环保植物纤维双材质饰板，讲真这是那种用习惯了回不去的高级感。而且它有负离子双空调加 PM2.5 的一个净化器，车里的空气真的一点味儿都没有，像我这种对气味比较敏感的人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了。宝马 X5 的 Cersei 粉皮革细腻紧实，包裹感也很不错，缝线精致，中控和门板上的氛围灯也很到位，就是整体偏向硬朗和冷峻，符合宝马一贯巴伐利亚工业风的调性。如果你喜欢那种有攻击性美感的座椅X5 的风格你可能会很爱。既然都是天花板，动力肯定都是各自家族的最优解。
但是这里我特别想加一段，因为不少朋友会好奇全新 XC90 插混版本和普通版的 B6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 ，B6 是48伏混动，而 T8是插电式混动。最直接的差别就是更有劲也更环保的系统，综合功率达到了455匹马力，100公里加速也只需要5.4秒。而且它有纯电的续航，可以短途当电车开，实现日常通勤零油耗。同时还有中央电池布局、原生电驱架构，这些都是 B6 所不具备的。所以插混更像沃尔沃新能源身份的一个体现，不是简单混得更狠，而是混得更讲究。作为旗舰，跑得快很重要，但我愿意相信且有能力拥有它们的人，更多关注的是跑得稳。沃尔沃全新 XC90 插混最让我动容的是不是它有多少项主被动安全配置，而是它融在骨子里的安全哲学。举个例子，沃尔沃有个事故调查小组，它从1970年代就存在，每次有重大碰撞事件，都会有穿着荧光马甲的工程师出现在第一线。他们不直接参与救急，但是他们会拍照、测量、分析现场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沃尔沃要把真实安全事故变成安全技术的基础。就像《笑傲江湖》中风清扬的独孤九剑一般，在败招中求胜招，最后独步江湖。比如全新 XC90 的硼钢用量达到了40%，A 柱、C 柱全部加强，碰撞吸能区做了马鞍结构，还专门针对柱状做了结构优化，这无疑增加了不少的造成成本，但这就是沃尔沃坚持多年的工程执念。再比如它的 AEB 系统误出发率每22万公里才可能出现一次，这是真实数据。电池中置结构是为了防托底，也让整车配重更均匀。据公开数据统计，上一代全新 XC90 创下60多万辆无一例死亡的记录，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而是数十年安全工程的一个沉淀。而宝马 X5 那是驾驶者之车，动力强，底盘稳，品牌力也够硬，这些无可挑剔。它的 M 套件空气悬挂可变转向臂，开起来确实很高级，精准有沟通感，符合它的身份和售价。只是对我来说，一辆豪华 SUV 不只是开起来要爽，更是停下来也得让人安心。在安静地聊完2款100万级旗舰 SUV 之后我相信不少人会说这2台车都很优秀。但我想说买车就像谈恋爱，最后打动你的不只是参数和配置，而是那份能让你真正放松、信任、愿意长久相处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喜欢驾驶、热爱操控、追求极致动态和感官刺激的人，那么宝马 X5 确实很适合你。而对我及很多和我相同的人来说，我在乎的是安全感，从来不是附加值，是刚需。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聊全新 XC90 会更多一点，因为它在细节方面更让人安心又动容。触手可及的柔和质感，7处静谧升级后的安静空间，它不光是好看好开，更是一种对家人对生活负责的表达。刚才安静的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2台车截然不同的个性，接下来我们把它开上路，通过我的一手体验告诉你，全新 XC90 插混和宝马 X5 40Li 在开起来这件事上到底有何不同。既然是旗舰，身份自然不简单。沃尔沃 XC90 诞生于2002年，是沃尔沃品牌在 SUV 领域的首款旗舰车型。它不仅首次将防翻滚系统引入同级，还以零死亡记录刷新了全球对安全的认知。如今，插电混动版本在延续沃尔沃安全哲学的同时，也成为沃尔沃迈向电气化时代的重要里程碑。而宝马 X5 诞生于1999年，是宝马首款 SAV 车型。它重新定义了 SUV 的运动属性，将驾控体验和多功能实用性融合至今。X5 的每一代更新都在优化动力与操控表现，成为无数驾驶爱好者心中的图腾。其实不是每辆车开上路你都能感受到它的脾气，但全新 XC90 和 X5 这2台车，一上手就知道它两者的性格截然不同。用一个字来形容全新 XC90 开起来的最大感受就是润，尤其是城市路段那种悬架对碎震的处理方式真的太温柔了。FSD 可变阻尼系统搭配空气悬架，
不管是减速带、井盖，甚至是桥接缝，都能悄悄处理掉，不会打扰车内对话，更不会影响宝宝睡觉。这种稳是靠细节堆出来的。这也正是喜欢全新 XC90 的用户所看重的，不是要强烈的路感反馈，而是一种稳定、宁静、可持续的出行体验。所谓行稳致远，我相信不外如是。反观 X5， 它更硬，它更擅长传递清晰的路感，哪怕开的是舒适模式，也能感受到它在告诉你地面发生了什么。空气悬架和自适应系统很聪明，但底子依旧是宝马那套操控为本的逻辑，如同日耳曼人的性格不会拐弯一般。不过这也正是它吸引那些追求机械沟通感、渴望驾控快感用户的原因。这就是它们的区别X5 让我知道车在哪里，而全新 XC90 让我忘了车的存在。说到动力，首先你会想到什么？马力和扭矩，它们都是冰冷的。其实我今天更想告诉你更多的是复杂参数背后的故事。全新 XC90 插混搭载的是沃尔沃 Driver E 系列 2.0T 高功率发动机，是沃尔沃在欧洲严苛排放政策下坚持低排量高性能理念的产物。为了激发出最大效率，它采用机械增压加涡轮增压的组合，搭配 P4 后轴电机实现4驱控制。你可能想不到它电机与电控系统在极寒地区做过长时间的低温冷启动测试。沃尔沃工程师曾说，他们在瑞典北部零下30度的气候中反复验证系统匹配，以确保即便在北欧极寒的清晨，全新 X90 也能稳定启动，响应如常。这种执念不光体现在测试上，还体现在整车的结构，电池中置布局加硼钢安全结构，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稳和安全而生的。而宝马这台 3.0T 直列6缸发动机可以说是宝马最具代表性的动力图腾，它代号是 B58， 从上一代 N55 演进而来，连续多年上榜沃德10佳发动机。B58 的一大亮点是采用封闭式缸体设计和水冷式中冷器，压缩比调教也极为精细，兼顾高性能与可靠性。它曾在纽博格林赛道上完成长距离拉练，调教逻辑是既能城市通勤，也能随时赛道热身。这就是宝马对性能的态度，每一台发动机都不是冷冰冰的机械，而是经过赛道和工程师手感调教后的性能乐器。作为燃油时代的最后狂欢 ，X540 配的正是这台 3.0T L6 发动机，311千瓦的最大功率，48伏轻混，只是加了一点电气时代的润色。但它骨子里还是内燃机猛兽，尤其是在高速超车时，一脚油门下去，那个推背感直接且凛冽，甚至有点暴躁。而全新 XC90 插混这边虽然是 2.0T 发动机配电机，但输出却也是刚猛霸道。455匹马力加709牛米的扭矩，数据上比 X5 还要多一截。更厉害的是它能实现前后电机独立驱动，城市里走走停停电机介入的极为自然，起步平顺，加速线性，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如果你喜欢的只是那种单纯干净利落的提速感，X5 肯定能讨你的欢心。但如果你希望每次踩油门都是顺畅、无声又高效的，那全新 XC90 会更像你的身体和意识的延伸。讲真现在城市通行不再纯粹讲马力，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你都堵着。特别以城市和城际用车为主要场景的车型，如何在反反复复的启停和越发高起的动力参数中找到平衡，我相信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全新 XC90 插混有纯电模式， CLTC 综合续航84公里，1周5天通勤基本不用加油。哪怕亏电它的油耗也只有7.4升，综合续航有1300多公里。我在上海开了一周油表几乎没动，还体验了满电出门、空电回家那种自由切换的畅快。X5 呢，它的轻混更像锦上添花，也没有充电焦虑，但也不能带来纯电便利。路面和高架综合油耗控制在8.9升，还算不错。但一旦走走停停久了，高达每公里13、14升的高标汽油，还是有点肉疼的。而且插混还有个好处，你会不知不觉的用 EV 模式出门，因为那种安静轻巧的感觉真的会上瘾。虽然说这两台车主要驱动单元都是内燃机，但在驾驶辅助智能化大变革的一个当下，作为旗舰车型的二者表现变化又是如何呢？宝马 X5 的辅助驾驶很不错，变道跟车、限速识别应有尽有，
但是它偏理性，操作路径多，有些功能菜单隐藏的有点深，有点高级，但是冷的感觉。全新 XC90就有点不一样，开了 Assist 配合 City Safety 城市安全系统，可以在拥堵中半自动跟车加转向，加上360度影像，后方刹停自动泊车，有种你坐着它就行的感觉。另外，语音连续控制系统我要再夸一次，不光识别准，还特别懂场景。比如一边导航一边问他空调调一下，他也不会卡壳，而是直接能明白你的意思。这些细节尤其适合我这种城市女司机，不是怕操作而是希望车能和我同频。对于注重效率与体验的用户来说，这种会思考的座驾就像一个可靠的伙伴。这不是在炫技，而是真正在理解你在干什么，需要什么，这才是智能辅助真正的意义。今天的动态体验我总结出一个道理：真正的旗舰 SUV 不只是快或豪华，更要适配你的生活节奏，同频才是真理。X540Li 是属于热爱驾驭、重视机械交流的你，全新 XC90 插混是属于看重细节、关心家人、想要稳定和温柔的你。他们都很强，只是强的方式不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这次对比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从看得到的设计、摸得到的材质到感受到的动力与安全都一一聊过。正如费迪南德·保时捷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样东西值得做，那就值得做到极致。旗舰 SUV 选哪台，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全新 XC90 插混和 X540Li 都能成为你生活方式的延伸。如果说 X5 代表的是速度与力量的张扬，那么全新 XC90 更像你前行路上那个始终在你身边、情绪稳定、替你遮风挡雨的挚友。它从安全出发，但不止于安全；它从豪华落地，却始终贴近你的欢喜。全新 XC90 是属于那些懂得克制的强者，愿意为家人多想一步的人。它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信任的。我是玲玲，关于这两部旗舰车，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记得评论区留言。拜拜，下次见。